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安竹的频道，我是安竹。相信大家都已看了上周的无人计程车活动，不知道各位感觉如何呢？虽然晚了点，原因上次的影片我有说过啊，但今天还是想跟大家聊聊我的一些想法，同时还有我亲临现场的朋友坐进 Cybercab 所注意到的一些细节。另外，关于特斯拉的促销活动，主委又加码啦。各位已购买 FSD 的车主们可千万别错过了，以及一项我觉得比 FSD 安全性更加重要的安全知识，都在今天的影片与大家分享。各位好朋友，如果你觉得我费时制作的影片对你有带来些许帮助的话，还请记得简单的在下面按个钮，帮我点个赞，不用花你半毛钱或什么时间，就能给我满满的鼓励与支持。不仅如此，还要再度提醒在美国、加拿大与澳洲的观众们，记得在活动截止或美国再度降息前，赶快拿下附图送给大家的超级开户好礼。以美国为例，只要有3码就能申请，前3个月各位闲置金额可获得 8.1% 的超高利息，以及达成入金任务的15股免费股票，轻轻松松又安全，数百美元稳定入袋。但随着未来可能继续降息，我也不知道这样的优惠还能持续多久。各位有资格的朋友，赶快透过说明栏连结去申请起来吧，千万别等到促销过了才后悔哦。这边相信大部分的朋友都大致了解特斯拉 Robotaxi 的活动内容了，所以今天主要是想聊聊关于我的一些想法。其实跟我所预想的差不多，只不过比较可惜的是，有些我好奇的问题，在这次的活动上并没有听到马斯克更详细的说明。首先，整场活动看下来，未来感十足，不知道的人观看画面，肯定以为这又是哪一部未来的科幻电影，但一切感觉又是这么的真实。这场活动由马斯克坐上一台没有方向盘，也没有加速、刹车踏板的无人自驾车开始，这画面似乎比我们目前看到在路上的无人计程车还要更震撼啊！因为天哪，这台车竟然连方向盘都没有了，所以第一时间确实给我感觉，哇，这东西太酷了，而且是不是就近在咫尺的呢？不过随着马斯克上台进一步描述之后，我猜大家内心的想法开始就有点不同啦。首先来聊聊我个人觉得是好消息的部分，第一个当然就是跟我们消费者直接相关的 FSD 全自动驾驶。看起来马斯克依旧相信无需监督的 FSD 会在各位的车辆上实现。既然可无需监督，那至少代表会在 Level 3甚至 Level 4等级以上咯。他说希望明年能够在德州与加州率先在 Model 3与 Model Y 2款车上实现无需监督的 FSD 全自动驾驶。另外在这场活动上，特斯拉还展示了 Robot Van 一款可以载送20人或物品的全自动小型巴士，应该算是这场活动上的 There is one more thing 惊喜的亮点。对于特斯拉会推出箱型车种，我并不意外，但我没有想到的是，竟然会直上无人驾驶的系列。另外，马斯克也有提到关于这台2人座的 Cybercab， 预计在2026年开始生产，成本可低于3万美元。对于这样的成本，有人觉得算高，有人觉得很便宜，但身为消费者，我比较在意的是搭乘的费率会是多少。马斯克表示 ，Cybercab 的安全性预计是人类驾驶的10到20倍，而且每英里的使用成本只要0.2美元，加上税或其他费用，每英里大约会落在0.3到0.4美元，这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亲民实惠啊。甚至比一般巴士的每英里1美元还要低了非常多。马斯克并且表示，这辆车可自动无线充电，甚至还可以自动清洁。这把过去我跟大家分享过特斯拉可能正在研发的技术，全部都套用到了这辆车上了。根据我到现场参加活动的朋友表示啊，他在整辆车上只找到3个开关，2个电动窗跟1个阅读灯，门开关的按键都在荧幕上。但或许是 demo 车辆的关系，座椅是无法调整的。而马斯克还特别强调，这些前卫的造型就是要让未来看起来更像未来，所以除了车辆之外，会场上他们也展现了 Optimus 机器人目前的最新进展。各位可以看到数台机器人依序走出，不得不说跟他们刚亮相时连站都站不稳相比，机器人进步的速度确实非常快。到后面我们甚至还看到这些机器人在进行跳舞、调酒与人们互动等画面。不过这部分到现在的争议依旧非常大，许多人认为这背后应该是有真人在即时操控。What's your favorite song to dance to? My favorite type of song to dance to? Yeah. Let me think. I'm a big fan of EDM. He uses a lot of electronics. Yes. Yeah. It's pretty funny. Who's your favorite artist? My favorite artist? Musical artist. That's a tough one. Music. That's very tough.
因为这讲话的口音与模式啊，实在是太像真人了。不知道各位观众你们觉得呢？尤其在与人对答的时候，后面是否有个操作员在远端遥控？大家可以在下面说说你的想法。但换个角度来说，如果后面没有人在控制的话，那表现是不是真的太惊艳了？整个活动看下来，真的非常有多年前威尔史密斯主演的《iRobot》的味道哦。另外，不管是车辆或者机器人，真的都跟这部电影的风格非常接近。我只希望未来人类世界不会遇到机器人叛变的风险啊。不过下一个关键问题是，这样的未来到底离我们还多远呢？在活动上，马斯克也给出了他的时间表。除了刚讲到的 Model 3与 Y 预计在明年可在德州与加州无需监管自动驾驶之外， Cybercab 的部分则是预计2026年投入生产，但有可能会延至2027年，也就是距离现在至少还2-3年以上。其他 Robot Van 的部分还没有价格跟时间表等讯息，以及机器人预计每台成本约为2-3万美金，马斯克认为会比车子还要更便宜一些哦，但一样并没有提出很明确的时间表。加上在活动之前，马斯克说这场活动的重要性将会被载入史册，不免拉高人们对活动内容的期待。相信许多人最关心的是，那么要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而现在看来，顺利的话，无人计程车最快也是要2-3年后的事，而且这还是马斯克的时间表，能不能准时，我想大家心里有数。所以随着活动进行，特斯拉的夜盘股价先是上扬，接着重挫，隔天开盘后，特斯拉的股价也大跌了近9%。反倒是我最近常提到的车辆共享公司，不管是 Uber 或者 Lyft， 则是大幅上涨9%甚至10%哦。这表示许多投资人跟我的看法一样，特斯拉无人计程车的商业模式转变之后，从人人的特斯拉都可以是无人计程车，变成要专用的车辆才能够商用。某个程度上，市场规模缩小不说，即便成真的话，我感觉更像是无人版的 Uber。而未来特斯拉是希望消费者继续购买他们的电动车，还是全面改搭他们的无人计程车呢？在逻辑上，我感觉是互相冲突的。另外，身为一个使用特斯拉 FSD 好正直的车主体验啊，说真的，对于看到这些 Cybercab 在华纳兄弟片场内自动行驶，我感觉并没有太惊艳哦。因为特斯拉目前的 FSD V12.5 版要达到在这种相对单纯的环境自动行驶，可以说是游刃有余啊。相信各位可能也有看过在 Costco 这种房满的停车场使用自动驾驶和召唤模式的影片了。其实目前的 FSD 在大部分的环境下都已经能做到驾驶无需碰方向盘或踏板的程度，真实召唤功能更是允许驾驶座上无需坐人。唯一不同的是 Cybercab 上没有踏板与方向盘，在我来看啊，是视觉与心理上的冲击要大了一些。但实际上，在这种单纯受控的环境，全自动驾驶对特斯拉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本来是比较期待特斯拉能够提出他们的数据，又或者他们的 Cybercab 有能力在开放的路面上行驶的画面哦。只可惜这场活动上并没有出现，有的就只是马斯克给出的时间表。但这也是特斯拉这几年来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过度承诺但达成率低的情况屡屡发生。FSD 的部分众所皆知啦，过去几年马斯克几乎年年都说年底或者隔年就能实现无人自驾。目前的时间表再度更新到明年，加州与德州可实现无人监督的 FSD。不少人把特斯拉迟迟无法上到 Level 3甚至更高等级的自驾归咎于政治因素。他们认为只要川普选上的话，这一切就能解决。但我个人完全不这么认为啊，因为自驾与否这是各州监管机关可以自行决定的。如果现在技术已到位，特斯拉大可向比较友好的州，例如德州提出自驾的申请。但问题是，我们目前都还没有看到特斯拉有任何向监管机关申请的动作，不管是在哪一州哦。相对的，在我目前的试驾体验中，虽然表现已经比过去要好非常多，但在每120英里的驾驶内啊，还是会遇到需要人为紧急介入的时刻。重点是，有的时候车辆并不会提醒我哦，像上次这个闯红灯就是一例。各位可以想象啊，在 Level 3的时候，我们是允许可以低头做自己的事。当车辆有需要接管时，它会提早通知车主。但就在你滑手机看影片的时候，车辆已闯了个红灯，但你却还不自知，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啊！所以我觉得目前特斯拉的 FSD 啊，应该是还没办法达到 Level 3的标准。
另外，在 FSD 接管的平均里程数上，由于特斯拉一直不愿意公布他们的数据，这其实也是我对这场活动最失望的地方。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参考各位车主上传的大数据。目前 FSD V12.5 版累积的总驾驶数据约为3万多英里，平均每120出头英里就需要紧急介入一次。这跟已经在营运中的无人计程车相比，像是 Waymo 等车辆，动辄是数千甚至数万英里才需要介入的情况相差甚远。我猜这时候肯定会有人出来说 Waymo 这些光学雷达车辆只能在限定的区域使用，但我想表达的是，不管是哪个系统，光学雷达、全视觉，甚至你说要用第六感来感应都行啊。这些已经在营运中的 Level 4自动驾驶车辆已经把标准定在那了，而且相信未来需要人为介入的次数只会越来越少。我就问各位，今天2辆无人计程车给你选，一台是好几万英里才需要介入一次，一台则是几百英里就需要介入一次，前提还是法规会同意让几百英里就需要介入的系统能够作为无人计程车使用。各位观众，你会选哪一辆车来搭乘呢？所以我才说数据很重要啊。假设特斯拉在活动上能公布他们在 Waymo 营运的范围内 Cybercab 或者 FSD 需要人工介入的里程数已经达到数千甚至破万英里的话，我敢说隔天的股价表现绝对会完全不同。再加上这场活动上我们看到所有盈利的可能性，最快也都是2-3年后的事情，而且还是顺利的情况下。所以说许多人认为特斯拉是一间 AI 或科技以及能源公司，但现实上它目前的盈利来源绝大的比重还是来自于卖车，也就表示特斯拉未来2-3年内的获利能力最主要还是取决于它的电动车销量。所以继我上支影片才刚跟大家分享，特斯拉年末促销已经开始启动，但我也跟大家说，不急的话可以再等等。果不其然，主委继续加码，在录制完影片的隔天，特斯拉宣布，过去马斯克声称仅此一次的 FSD 转移优惠再一次的复活啦，这已经是第4次了，而且这次活动直接有效到年底，所以我也很好奇未来这是否会成为常态性的计划。但我觉得这确实是特斯拉应该做的事啊，毕竟对早期购买 FSD 的车主们的承诺尚未实现，像是除了北美之外的其他地区，甚至连 FSD 都还没有开放。我认为让车主可以把他们已付费购买却完全都还没办法使用的软体延续到下辆车上，这本来就是厂商应负起的责任，更别提此举多少可以减少产生诉讼的可能性。虽然我觉得最主要还是为了要拉抬销量啦。总之，这边提醒各位已经有购买 FSD 且有打算要换车的朋友，到年底之前 FSD 是可以转移到下辆车上的哦。而我们讨论 FSD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它的安全性，但各位知道吗？其实有向各位车主更急需了解的安全知识。身为特斯拉的车主们，你们知道当紧急状况时，车辆电子门锁失效要如何从车内紧急逃生吗？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聊到紧急逃生的重要性了，但非常难过，就在前几天，在南韩发生了一起特斯拉的 Model Y 撞上道路围墙，我猜是车底电池组受损起火的案例。虽然火势很快在10分钟内就被扑灭，但很遗憾的，消防员发现车主人在后座，已经不幸葬身火海。根据推测，很有可能是因为驾驶座车门由于车辆断电而打不开，车主试图从后座逃生，但因为不熟悉紧急逃生方法而导致这场悲剧啊！我之前也说过许多次，特斯拉车门设计上确实有些安全的疑虑，在前座相对简单些，手动开门的装置就在手把上，往上一拉即可开启车门，而后座就比较复杂啦。首先，并非所有的 Model Y 都配备有车门的手动解锁装置，如果有的话，会跟我一样，在车门的置物空间垫子下方，这边有个塑胶盖，打开后就可以看到一个拉绳的头。根据版本不同，有的盖子有设计卡榫，会比较容易开启。但如果你的车跟我一样是没有卡榫的话，你试试看啊，这个塑胶板非常的难开。所以我在下面先贴好胶带，紧急时刻一拉，盖子就能打开。我强烈建议各位车主一定要去车上了解一下。另外 Model 3的车主也能够把后座倒下，从后方的 trunk 手动开启尾门逃生。另外我也建议各位车主，不管是不是驾驶特斯拉，车上都应该配备一个紧急破窗器。虽然极大可能我们一辈子都用不到，但这破窗器没有多少钱，却在紧急关头可以救人一命。因为有可能我们的乘客他完全不了解这些紧急逃生方法，像这南韩不幸的案例，如果车上配备有紧急破窗器的话，或许结果就会大不同了。各位还没准备的朋友，我把 Amazon 的链接放在下方的说明栏，方便各位购买。同时也记得把这段影片分享给有驾驶特斯拉的朋友们啊。最后在 Robot Taxi 活动结束后，又要回到往常啦。关于特斯拉的发展，
短期内可能还是会着重于他们的交车量以及 FSD 是否有重大突破为主了。非常快，下个礼拜就是特斯拉第3季度的财报周了。第3季度特斯拉销售成绩算是有达标，但这是基于众多促销活动下，像是中国几乎整季都是在零利率，而且还在持续当中哦。所以我非常好奇特斯拉的获利能力为何，就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期待吧。今天影片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感谢看到这边，并且已帮我按赞且追踪我频道的各位好朋友。所有在美国、加拿大与澳洲有资格申请附图账户的朋友，也千万别错过了这年终大红包啊！我们在下次影片再跟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话题。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